立陶宛吃了鳖，欧盟要替小弟出头，向中国下手吗？外交部寥寥几句回应，揭开了欧盟的遮羞布。大家好，我是李哲。最近欧盟出台了一项新的举措，打算对实施经济胁迫的国家进口的商品征收额外的关税。这一举措矛头直指中国。虽然欧盟没有明确指出中国就是这个经济胁迫的国家，但是外界一致认定，这说的里里外外的话指的就是中国。原因有两个，第一个就是广岛召开的这个 G7 峰会中以美国为首的7国集团达成了一个所谓共识，就是将实行经济胁迫的中国进行制裁。欧盟为了附和美国呢，对中国下手的可能性就很大了呀。其二就是为了给小弟立陶宛报仇，因为中国曾对立陶宛实施贸易制裁，给立陶宛的经济造成了致命打击。那么，中国和立陶宛之间的矛盾究竟是怎么产生的？对于欧盟的制裁，中国又该怎么应对呢？众所周知，我国的外交向来是奉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的准则，双方基于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达成合作共赢的目的。对于违背了我们的原则，然后背地里捅刀的对象，我们向来不会手软。就拿立陶宛来说，这个欧洲小国一度不顾中国警告，妄图插手中国台海问题，结果就是中立的关系严重受挫，立陶宛的经济体系更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。其实，立陶宛公然插手台海问题，还要追溯到2021年，在其宣布允许台当局在立陶宛设立这种所谓代表处之后，中国立马就予以反击，宣布召回中国驻立陶宛的大使的同时，还要求立陶宛召回其驻中国大使。中国这么做是必然的。立陶宛这一决策相当于将台湾地区放在了主权国家同等的地位之上，否定了一个中国原则。这种公然挑衅中国的底线行为，中国是忍无可忍的。除了政治上的反制对于公然反华的立陶宛，中国还在中立经贸上用了一些心思。虽然没有发布任何条款政策，但是对中国立陶宛的贸易管控更加严格。立陶宛的一些本国企业也随之遭受了严重的打击，国内的通货膨胀一度飙升，民怨沸腾。立陶宛吃了鳖，随即就向欧盟这个主子求援了。欧盟又去找 WTO 告状，但直到最后也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，事情还是不了了之了。得到教训的立陶宛并没有就此罢手。2022年，他继续作妖又公然在台湾岛上设立了所谓的驻台办事处。这项决策直接导致中立摩擦升级，中国对于立陶宛的反制更加严重。蚂蚁是刚不过大象的，立陶宛拿中国没辙，无奈呢，只能继续寻求欧盟的庇护。欧盟呢，明面上不好和中国翻脸，只能暗地里使些损招。这不，对华加征关税的制裁来了。不过，中国不怕立陶宛，自然也不惧立陶宛的主子欧盟。对于欧盟即将实施的制裁，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很快给出了回应，回应很简洁，也很霸气。立陶宛违背一个中国原则，公然干涉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，希望早日回到正确轨道。意思就是，立方先是对中国出手，中国才是合力反击。只要立陶宛立场不改，继续干涉中国台海问题，意图破坏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，后果你立陶宛自负。欧盟说再多也没用。对于欧盟替立陶宛出头，将中国划入具有经济威胁的国家，这显然也不能被认同。美国才是中国和欧盟共同的敌人欧盟应该认清现实，不要用中国当幌子，行附庸美国之事，认准对手，积极维护自身的利益才是正道。官方不怕欧盟的制裁，大众自然更不必担心。想要这么做的远远不止他一个，美国早在2年前就付诸行动了。如今2年已过，中国依旧逐渐强大，所以即使欧盟执意要替立陶宛出头也没什么。你有张良计，我有过墙梯，跳梁小丑不足为惧。再者，欧中历年的经贸数据就摆在这儿，没有人会跟钱过不去。官方数据显示，2022年一整年，欧盟对华出口2303亿欧元，从中国进口了6260亿欧元。作为欧盟第2大贸易伙伴和第3大出口市场的中国，在欧盟的经济体系和经济收入之中占据绝对重要的位置。虽然中国不是欧盟最重要的贸易伙伴，但是咱的地位也不低。有这样的作用和地位在，欧盟不会轻易和中国闹掰。所以，哪怕他的小弟立陶宛再折腾、再不服，欧盟也不会因小失大，跟着中国顶风干。
再加上中国如今的国际地位也不可同日而语，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越来越重，任何不合理、不合法的对华制裁，中国都不会轻易接受，这便是中国的底气所在。好，今天旅游观察就是这样，咱们下期再见。